林雪看着屏障内那个身影，眼中异彩连连。她不仅没被煞气吞噬，反而借势突破了。这等悟性与心性真是可怕。墨尘长舒一口气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剑宗捡到宝了。此时陈平缓缓收剑而立，他的气息比之前强盛了数倍，周身虽还萦绕着淡淡的黑气，眼神却清澈明亮，没有丝毫走火入魔的迹象。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能感觉到体内灵力与煞气完美融合，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凌厉的锋芒。剑冢的石碑再次亮起，上面的古文字流动得更快，仿佛在赞许他的领悟。而随着煞气的平复，那道隔绝内外的剑域屏障也渐渐变得稀薄起来。师尊，我们该去黑风山脉了。陈平对墨尘道。墨尘点头道，也好，你的实力已经提升到了散仙境9品，加上剑圣传承，对付地仙境8品应该不成问题了。胡麻子也兴奋道，陈平，你这突破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去找恶道殿算账了。这次一定要救出我胡氏一族的神魂。胡麻子知道陈平的实力越强，救出他们胡氏一族的神魂机会越大。陈平，虽然你现在实力不弱，但我感觉你应该在闭关修炼一段时间。就算你现在是散仙境9品，要想对付恶道殿，还是以卵击石。墨尘劝说道。师尊，你别叫我师尊了，你现在的实力怕是都超过我了。墨尘赶忙摆手，倒不是墨尘不想收陈平，而是陈平太过妖孽，他不配当陈平的师傅。这才多长时间，陈平的实力如同坐火箭一般。师尊，我的建议很多都是你传授的，喊一声师尊也是应该的。我这次去黑风山脉，只是去探探情况，所以不会有危险的。陈平说道。墨尘思索片刻，随后一咬牙道，我陪你去一趟吧。林雪，你带着师兄弟们回剑圣城，这段时间不要乱跑，那神剑山庄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墨尘让林雪带人回去了，而他跟着陈平他们一起朝着黑风山脉而去。黑风山脉恶道殿分殿，一座阴森的大殿中，一名黑袍老者正盘膝而坐，他面前的祭坛上摆放着数十个黑色的魂瓮，魂瓮中隐约可见无数冤魂在挣扎。呵呵，陈平，你终于要来了吗？黑袍老者睁开眼睛，眼中闪烁着诡异的红光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黑风山脉终年被黑色的煞气笼罩，山中妖兽横行，更有无数诡异的阵法陷阱，寻常修士根本不敢深入。陈平、墨尘和胡麻子3人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山脉之中，胡麻子不时拿出探路符和清煞符，驱散周围的煞气。这黑风山脉的煞气比我想象中还要重。胡麻子皱着眉头道，我的清煞符只能勉强护住我们周身3丈的范围，再往里走恐怕就不管用了。墨尘则是说道，恶道殿的分殿肯定就在山脉的核心区域，那里的煞气最浓也最危险，我们必须小心行事。陈平点了点头，将凝心诀运转起来，拼命吸收着煞气，使得他们四周煞气浓度减少，再与胡麻子的清煞符相互配合，形成了一道双重防护。陈平没办法把这里的煞气全都吸收炼化，这是需要时间的，可陈平没有时间，他们必须要尽快救出胡麻子族人的神魂，而且还并不确定胡麻子族人的神魂还一直存在。不要再深入了。就在陈平他们3个朝着黑风山脉深入的时候，一直在陈平识海中消失的赤云魔君的声音突然响起。陈平猛地停下身，然后对着赤云魔君呼唤道，前辈，前辈。可是一连喊了好几声，都不见回应，仿佛赤云魔君又消失了一般。陈平，怎么了？看到陈平突然停下，胡麻子问道。陈平没有说话，而是眉头微皱，不明白这赤云魔君到底在搞什么鬼。陈平，怎么了？墨尘也问道。师尊，
我们还是先不去找恶道店了。我总觉得自己实力还不够强，还需要再增强一下才行。陈平说道。我无所谓，听你的。墨尘说完，看了看胡麻子。毕竟去恶道店是为胡麻子寻找胡氏一族的神魂。陈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想帮我？胡麻子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陈平问道。他跟陈平认识这么久，就没见陈平怂过。可是现在陈平竟然怂了。胡大师，我当然要帮你，只是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。当年对付你们胡氏一族的势力，并非只有恶道店，还有那万毒谷、圣光宗这些势力。我们可以先从这些势力下手。陈平决定先从阮氏子捏，从这些宗门得到资源，自己实力在提升之后，再去找恶道店算账。赤云魔君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，也绝不可能是胡乱说的，所以陈平决定相信赤云魔君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从别的势力下手。胡麻子点了点头。万毒谷我知道，距离这里只有3000多里，那里常年毒气环绕，还有很多毒物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墨尘说道。好，陈平一点头，三人退了出去，直奔万毒谷。三人折返方向，朝着万毒谷疾驰。墨尘对这一带极为熟悉，沿途不断指点路径，避开那些被煞气侵蚀的格外狂暴的妖兽。万毒谷的毒瘴有3重境界。墨尘一边御剑飞行，一边沉声说道：外围是青瘴，能麻痹灵力；中层是紫瘴，可腐蚀经脉、核心区域的；黑瘴沾之即死，就算是地仙境修士也得饮恨。胡麻子捏碎一张青煞符，淡金色的光照将三人笼罩。他咂咂嘴道：幸亏老子带了祖传的辟毒伞，不然没等见到万毒谷的人，就得先变成毒尸。陈平指尖萦绕着一缕淡淡的黑气，那是从剑种炼化的煞气。他发现这些飘散在空气中的毒物，竟能被煞气缓缓吞噬，只是速度极慢。或许不用依赖符箓。陈平忽然开口：我试试用煞气开路。说罢，他运转灵力，周身的煞气陡然膨胀，形成一道漆黑的屏障。那些青绿色的瘴气触碰到黑气，如同冰雪与火般消融，竟在三人前方开辟出一条清晰的路径。墨尘眼中闪过惊讶：你这煞气竟能克制毒物？陈平还想说自己百毒不侵，凝心诀能够炼化一切呢，只是这只针对陈平自己。如果想让身边的人也不被毒物所伤，陈平必须要利用这煞气克制。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质都是阴邪之物，陈平沉吟道：煞气更胜一筹，便能吞噬毒物。胡麻子拍着大腿笑道：这下可省了老子不少符箓。三人加快速度，穿过连绵的毒沼，沼泽中不时有长满毒瘤的巨蟒探出头，却被陈平外放的煞气震慑，只能缩在泥水里瑟瑟发抖。行至傍晚，前方出现一片茂密的紫竹林，竹林间飘荡着淡紫色的雾气，连陈平的煞气屏障都泛起涟漪。这里是万毒谷的外围防线，竹林里藏着他们的毒奴，都是被毒物控制的修士。墨尘说道。话音刚落，数十道身影从竹林中窜出。这些人身形枯槁，皮肤呈现诡异的青紫色，眼眶里布满血丝，手中握着涂满毒液的骨矛。杀！毒奴们嘶吼着扑来，动作僵硬却悍不畏死。胡麻子祭出3张烈焰符，金色的火焰如潮水般涌去，将前排的毒奴烧成焦炭。小心他们的血液，墨尘提醒道。陈平身形一晃，斩龙剑出鞘，金光与黑气交织的剑芒横扫而出。那些毒奴还未靠近，便被拦腰斩断，但断裂的尸身喷出的紫色血液落在地上，竟将坚硬的岩石腐蚀出密密麻麻的孔洞。这些毒奴生前都是地仙境修士。墨尘挥剑斩断一根射来的毒针，被万毒蛊用实心蛊控制，变成了没有思想的傀儡。
陈平看着那些眼中残存着痛苦的毒奴，眉头微皱，有没有办法解除控制？难。胡麻子扔出一张冰封符，冻住一个扑来的毒奴，实心骨钻进心脉，除非能在瞬间斩杀蛊虫，否则毒奴会立刻爆体而亡。陈平不再犹豫，斩龙剑上的金光愈发炽烈，他施展出在剑中领悟的新剑法，剑尖划过玄妙的轨迹，每一剑都精准地刺穿毒奴的心脏。黑色的煞气顺着剑尖涌入，瞬间绞杀藏在其中的蛊虫。砰砰砰！被斩杀蛊虫的毒奴身体僵直，随后化作飞灰，没有爆出半点毒液。墨尘和胡麻子见状，也纷纷改变战术，专攻毒奴的心脉。半个时辰后，最后一名毒奴化作飞灰。陈平收剑而立，发现自己的煞气竟浓郁了几分，显然吞噬这些蛊虫让煞气得到了滋养。前面就是万毒谷的山门了。墨尘指向竹林深处，穿过那道峡谷，就能看到他们的核心区域。三人穿过紫竹林，前方出现一道狭窄的峡谷，峡谷两侧的悬崖上布满了蜂巢状的洞窟，隐约能看到里面蠕动的黑影，是万毒谷的百足窟。里面全是千年毒蜈蚣，被惊动的话会很麻烦。墨尘提醒道。陈平却注意到峡谷入口处有一块平整的岩石，上面刻着奇怪的符文，符文闪烁着淡绿色的光芒，与周围的瘴气遥相呼应。这是警戒阵法。陈平伸手触碰符文，只要有人踏入峡谷，就会惊动里面的毒物。他运转灵力，煞气顺着指尖涌入符文，那些淡绿色的光芒迅速被黑气吞噬，岩石上的符文渐渐暗淡下去。搞定了，走吧。陈平收手说道。三人刚走进峡谷，悬崖上的洞窟突然传来沙沙声，无数只半尺长的蜈蚣从洞窟中爬出，它们通体漆黑，外壳上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，尾部的毒刺泛着幽蓝的光芒。该死，还是被发现了。这些是玄铁蜈，外壳比金刚还硬。墨尘眉头一皱，胡麻子则是躲到了陈平身后，手中拿着几张符文。陈平眼神一凛，斩龙剑横扫而出，金光斩在玄铁蜈的外壳上，劲迸射出火星，只在上面留下一道浅浅的白痕。好硬！陈平心中暗惊，随即改变策略，将煞气注入剑身。好硬！胡麻子见状也是一惊，随后满脸羡慕道：如果我的家伙也这么硬就好了。陈平瞪了胡麻子一眼，而墨尘都没听懂胡麻子说的是什么，一剑朝着玄铁蜈斩去。漆黑的剑芒落下，轻易地切开了玄铁蜈的外壳，绿色的毒液喷溅而出，却被煞气屏障挡在外面。他们的腹部是弱点。墨尘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他以御剑飞到半空，长剑化作漫天剑影，专挑玄铁蜈柔软的腹部下手。胡麻子则取出一个瓷瓶，倒出数十颗黄色的药丸，药丸落地即炸，化作黄色的烟雾。玄铁蜈触碰到烟雾，身体立刻开始融化，发出刺耳的嘶鸣。这是化尸丹，对付毒虫最管用。胡麻子得意地喊道。陈平没想到胡麻子手里竟然还有这种好玩意，陈平觉得自己不能落后，索性将煞气凝聚成数十道黑线，如同灵蛇般窜向悬崖上的洞窟。黑线钻进洞窟，里面立刻传来此起彼伏的嘶鸣声，很快便归于沉寂。搞定了！胡麻子惊讶地问道。用煞气堵死了他们的巢穴，陈平收回黑线，暂时不会有新的毒虫出来。三人加快脚步穿过峡谷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片占地万亩的山谷出现在眼前，谷中种植着各种奇形怪状的毒草，五颜六色的瘴气在谷中翻滚，隐约能看到中央矗立着一座黑色的宫殿，那就是万毒谷的核心万毒殿。墨尘指着宫殿说道，谷主万毒子应该就在里面。
就在这时，一道阴恻恻的声音从毒草深处传来：“3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敢闯我万毒谷！”随着声音响起，数十名身穿黑袍的修士从毒草中走出，他们个个面色阴鸷，手中提着装满毒液的葫芦。为首的是一个独眼老者，脸上布满了蛇鳞般的纹路，是万毒谷的执法长老蛇老。墨尘低声道：“他修炼的蛇退功已经到了第7重，全身刀枪不入。”蛇老用仅剩的独眼扫视着3人，当看到陈平时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，好浓郁的阴煞之气，正好用来喂养我的千足蛇。他从腰间解下一个黑色的布袋，打开袋口，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。一条水桶粗的黑蛇从袋中钻出，身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角，每只角上都长着倒刺。这是千足蛇王，有地仙境5品的实力。墨尘说道。千足蛇王吐着分叉的舌头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陈平，似乎对他身上的煞气极为感兴趣。陈平握紧斩龙剑，体内灵力与煞气高速运转，速战速决，别让他们惊动万毒子。话音未落，蛇老已经下令：“给我上，把他们活着带回来，我要让他们尝尝被万毒噬心的滋味。”黑袍修士们齐齐催动葫芦，绿色的毒液如同喷泉般射出，在空中汇聚成一张巨大的毒网，朝着3人照来。胡麻子早有准备，祭出10张金符，符文在空中组成一个金色的八卦阵，毒液落在阵上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却无法穿透阵法。破！墨尘身形如电，长剑化作一道流光，瞬间刺穿了3名黑袍修士的咽喉。那些人至死都没看清剑是如何落下的。